我在南极科考站待了8年，忍着极昼极夜的紊乱，忍着高海拔的脱水和皮肤干裂，在严重的低温中从校花熬成面黄肌瘦。只因我记得宁峰许下的承诺，等我回去就结婚，所以每年我都拼了命表现自己，向厂里申请调回，可每年得到的只是拒绝。我以为是人手紧张，是厂里也有难处，直到这次，我终于获得了1周的年假，迫不及待地坐上飞机去找了宁峰。可刚走到宁峰办公室门口，就听到他冷漠的声音：继续驳回邵华的调回申请，顺带取消他的年假。我彻底愣住，办公室响起一声叹息。宁峰的好兄弟高鹤犹豫着开口：宁峰，8年了，你还不打算让邵华回来吗？他在南极这种苦寒之地待了8年，你就一点不心疼吗？第1年，老王儿子重病，也正好到了退休的年纪，您就把名额让给了他。第2年，李工爱人难产，你又给了名额。第3年，刘工父亲肺癌晚期。第4年，你让了每一个人，为什么不为邵华想想呢？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还要驳回他的申请啊？门外的我指甲深深陷进掌心，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。不知沉默多久，宁峰终于开口：我爱他，可是南极不能没人啊，他们都比邵华更需要名额。今年的调回申请我已经给了周莹，她是陈厂长的遗孀，不能再吃这种苦。我浑身僵硬，差点晕倒在门口，眼泪瞬间喷涌而出。给了别人，那我呢？8年就换来他亲手一次又一次的驳回。原来我每一次的痛不欲生，不是厂里需要，不是人手不够，而是宁峰亲手驳回了调回申请。我静静站在门外，心轰然摔了个粉碎。太可笑了，周莹只去了不到半年，就吃不了这种苦。可我努力奋斗8年，却只得到一句娇气，最后连年假都要被驳回。难道就因为我爱宁峰，就可以被随意践踏一颗真心吗？我也爱国家和人民，但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委屈过宁峰。可宁峰却亲手将我摁在南极这个苦寒之地8年。我扶着门框慢慢起身，跌跌撞撞地跑下楼梯，逃了出去。初冬凛冽的风刮在我脸上，我却像没有知觉一样。8年前，厂里需要人员去南极科考站考察，而那个时候，我已经被最好的研究院录取。是宁峰说他是领导，要起带头作用，必须要有家属率先响应号召。我舍不得他为难，所以我去了。我想，反正只有1年，等1年结束，我就可以成为宁峰的新娘。可南极的风雪从未停歇，调回申请也失去信号。我盼着，等着，熬着，最后从青春俏丽的小姑娘熬成浑身是伤的妇人。我根本不敢相信，是宁峰亲手斩断了我回家的路，甚至让我连父母的最后一面也没有见上。我抹了一把脸，抬起头来才发现，自己竟然又回到了当初经常和宁峰来玩的地方。墙边的镜子照出我饱经风霜的脸，皮肤暗淡无光，带着明显的裂口，耳朵和手指还带着青紫色的冻伤。那双明媚的大眼睛上挂着一副厚厚的眼镜，里面满是疲惫。8年南极风雪吞噬了我的美貌和青春，而这都是因为一个将国家和人民放在自己前面的男人。我几乎克制不住想砸碎这面镜子，顺带毁掉这个丑陋的自己。可身边忽然响起一阵哀嚎，救命啊！我猛地一震，匆忙回头，就看见刚才在放鞭炮的小孩不知何时点燃了稻草堆。我几乎是本能反应，脱下身上棉袄扔进了旁边水缸，吸满水后，就裹着湿透的棉袄冲进了火海。浓烟熏的人快要死掉，我拼命拽出了小孩，然后顶着最后一口气跑出了火场。孩子被送进医院，我匆匆跟在后面。没一会儿，一个妇人跑了过来，连忙询问医生孩子的情况。知道孩子没事后，转头握住我的手。真的太谢谢你了。我正想说不用，那妇人突然惊喜：少华，是你吗？我有些迷茫，费劲的眯了眯眼，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。我戴上眼镜，看清那人后，却惭愧的想立刻溜走。这是对我恩重如山，却又被我伤害的老师。当年老师费尽心思将我送进研究院，我却为了宁峰一走了之。这么多年，每每想到此事，我就愧疚的想哭。对不起，老师。你说什么傻话？你人没事吧？没事。老师紧紧将我抱在怀里。那就好，不管是去研究院还是去南极科考站，都是为人类做贡献。你永远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学生。心中有块大石头轰然落下，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，我痛痛快快的哭了一场。抬起头来，却看见老师心疼的看着我。南极条件那么艰苦，一般2年一换，你怎么待了这8年？还有你的眼睛。老师没再说下去，忍不住擦了擦眼角的泪。我苦涩的扯了扯嘴角，我怎么能告诉老师，这8年和自己的眼睛都是拜宁峰所赐呢？老师看见我的脸色，也明白了几分，他抚摸着我的头发。既然这次回来，就别走了。正好上面派我去国外考察学习，你和我走吧。少华，你在气候研究方面很有天赋，
现在又在南极有了第一手研究资料和实践经验，去国外学习后，你会有更大的贡献。至于南极科考站那边的手续，我会帮你解决的。出国深造，我不可置信地盯着老师，眼里全是激动的光。太好了，老师，谢谢您。老师满意点点头，随后又皱起眉头。不过你和宁风，我和他已经没关系了。我轻声开口，却无比坚定。他对我来说，只是一个陌生人。从我知道宁风亲手把自己的名额拱手让给别人后，那个愿意为宁风全心全意无条件付出的少华，已经被宁风亲手杀死。他可以尽情地去为自己心中的国家和人民奉献，而我与他再无关系。我要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。好，你回家好好休息，然后准备一下行李，我们月底出发，手续我会办好给你，你不用担心。离开医院后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盼头。回到家后，看着布满灰尘的室内，我突然眼眶通红。当年为了跟随宁风，我和父母大吵了一架，我想着以后再回来和他们撒娇道歉，却没想到天人永隔。6年前，爸爸因为心肌梗塞忽然住院，我想回来，却被驳回申请。后来爸爸离开，妈妈因为思念哭瞎了眼，我再次申请调回，也还是被驳回。宁风总说把人民放在第一位，那我和我的父母就是二等公民吗？我想不明白，也不想再去纠结。我只是默默挤出一个笑，看着满桌的饭菜和2张遗照面面相觑。爸妈，我会做饭了。可爸妈再也吃不到了。我抱着遗照蜷缩在床上，哭晕了过去。半夜，我忽然被门外的响动惊醒。宁大哥，我真的可以住在这儿吗？周莹的声音响起。没事，少华家已经很多年没人住了，你就先在这住着，有什么需要的再和我说。我猛地冲出门，看到了宁风和周莹。宁风愣了一下，才皱着眉头看向我。谁允许你私自跑回来的？少华，你把厂里的纪律放在哪儿？我的心像是被烙铁烫了一下，或许在他心里，我就应该一辈子待在南极待到死。调回申请被驳回了，可我受伤了，厂里就给了我几天年假。宁风突然顿住。你受伤了？我看看。我自嘲一笑，打开了门前的灯，青紫的冻疮和脸上身上的血痕，还有触目惊心的抓痕猛然映入眼帘。宁风呼吸猛地一滞，小心翼翼地想去碰。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我冷冷甩开他的手，看着他的目光像一潭死水。南极的温度经常在零下30多度，我们每天要出外勤测量温度，一整套流程下来，手被冻裂，手套里都是血。那里3个月才有一次补给，没有新鲜蔬菜，缺少维生素，皮肤病一直好不了，我痒得受不了，只能挠。紫外线和血会损害人的视力，出门不戴眼镜就会因为强烈的反光瞬间致盲。可宁风的心不受控制地疼了起来，他喉结涌动，想说些什么，却又无从开口。忽然，旁边的周莹打断了我的话。我也在南极待过，明明大家因为你是宁大哥的未婚妻，处处优待你，你怎么还夸大其词，说的这么严重？我们这些整天干活受苦的都没有抱怨什么。少华姐，你就算为了让宁大哥心疼，想早点调回来，也不能这样啊。周莹的话打散了宁风眼里的心疼，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失望和怀疑。少华，我派你去是让你为科考站做贡献的，不是让你打着我的名套享福的。等年假结束，你立刻回去，不许再耍花招。对了，你搬出去，让周莹住在这儿，她家房子漏水了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忍不住吼道：想都别想，这是我爸妈留给我的房子，你那么可怜他，怎么不把你的房子给他？宁风满脸失望地看着我。少华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周莹是个小姑娘，住我那里别人怎么看她？再说，她是陈厂长的遗孀，应该受到优待。你作为我的未婚妻，连这点觉悟和奉献精神都没有吗？未婚妻，奉献，他有什么脸说这些话？可我累了，不想再和他分辨什么，于是我疲惫地后退一步。好，就住7天，7天后你带他走，否则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宁风被那句威胁瞬间激起火气，你周莹急忙抱住了他。宁大哥，别为我吵架，我知道少华姐不喜欢我，放心，我只住7天，7天后我一定离开，不会给她添麻烦的。宁风冷冰冰开口。你照顾好周莹，懂点事。转头又温柔地看向周莹，有需要随时喊我。说完，他大步离开了院子，没给我一个眼神，确定宁风离开。周莹也不再伪装，她抱着胳膊上下打量着我。当年你多得意啊，父母宠爱不说，就连冷冰冰的宁风也对你独一份的好。可现在呢，宁风哥讨厌你，父母也死了，你变成了一个又丑又没人爱的可怜虫，真是活该。我却皱了皱眉，我不懂周莹为什么这么恨我。明明当年周莹被其他孩子欺负，还是我冲出去保护她。后来周莹父母不让她上学，也是我求着父母资助了周莹。这桩桩件件加起来，虽然我不要求周莹对我感恩戴德，也不该是恨我。我平静的目光彻底激怒了周莹，她狠狠推了我一把。我最恨的就是你这副高高在上的模样，凭什么你生来就命好，想要什么都能得到？我告诉你，宁风哥是我的，他把调回申请给了我，就代表他心里有我，我一定会让他爱上我，娶我的。我心里冷笑，如果给调回申请就是心里有他，那宁风至少要有好几个老婆。说完就去睡，看见你烦，我就转身离开。我收拾完回了自己的房间，可第二天
我却被一阵嘈杂声吵醒。周莹竟然放火烧了我家，我父母的遗像，我拼命伸手去抓，却只触碰到遗照的一点灰烬。周莹却藏在角落，默默露出一个挑衅的笑。我的理智瞬间消失，不顾一切地向周莹冲了过去。我要你付出代价！可还没触碰到她的衣角，就被突然出现的宁风一把推开。宁风却当没看见，只顾着把周莹抱进怀里。莹莹，你没事吧？少华，他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和你没完！周莹虚弱地靠在宁风怀里。宁大哥，我好疼。少华姐先翻了蜡烛，说要把我烧死，让我去找陈导。话音刚落，他就柔弱地晕了过去。周莹，周莹！宁风急得大喊起来，急忙将人抱起送上了救护车。我想解释，可宁风满眼通红。你闭嘴！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啊？和他比起来，你和你父母什么都不算。我猛地抬头，感觉视线都开始模糊。他凭什么这样说？凭什么不听任何解释，就将一切错推到我身上？医院里，宁风焦急等在急救室门口，看到医生出来，他连忙迎上去。医生，他怎么样？医生面色凝重。病人呼吸道感染，伤到气管，幸好送来的及时，命是保住了，但从此再也不能开口唱歌了。宁风听完，几乎暴怒。你还有什么脸在这继续装可怜？他脸色阴沉，紧紧盯着地上的我，一字一句开口。陈涛是为厂里牺牲的英雄，是我最好的兄弟，而他的老婆却在我眼皮子底下受了伤。少华，你真是恶毒的让人恶心。我拼命反驳道。我没有，是他自己烧了我家。话还没说完，宁风就重重甩开了我，他眼里满是失望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撒谎？少华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说完，他冷笑一声，喊来了警卫，让他去外面忏悔一天，时间不到，不许他离开。警卫员愣住了，他急忙去劝宁风。邵小姐本来就有伤，而且现在已经零下10几度了。如果他连这点冷都扛不住，怎么证明他在南极努力工作8年？我眼睛通红地看向宁风。宁风，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宁风冷漠地看向我，神色比南极的风雪还冷。做错事受罚，这是纪律，没有人能在纪律面前有特权。漫天风雪侵蚀着我的身体，我想伸手抱住自己，却根本感受不到胳膊的存在。警卫员悄悄开口：少华，你求饶吧，道个歉，说不定厂长能原谅你。我摇了摇头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我没错，凭什么道歉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开始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，重重晕倒在地上。在醒来时，我躺在医院，我迷茫地看着雪白的天花板，一旁的宁风伸手想将我扶起，却被我下意识甩开。宁风脸上很快又恢复了冷漠。知错能改就好，这次周莹原谅你了，我就不再追究了。但你要记住，周莹是前厂长遗孀，我们应该竭尽可能的爱护她，以后不准再欺负她。到底是谁欺负谁？可我一个字都没说，只是背过身，不再去看宁风。宁风愣了愣，最终还是离开了病房，眼泪无声滑落。我紧紧抱住自己，低声呢喃：从今以后，我再不会要宁风的爱。2天后，我出院，宁风的车停在了我面前，车里一片安静。周莹晃了晃手中的文件袋，笑着对宁风说：谢谢宁大哥，有了这些数据和论文，我就可以去研究院了。什么数据？我急忙开口，心里却有一种不好的预想。宁风难得有几分不自在，略带慌乱地避开我的目光，语气淡淡：你在南极8年所监测的数据和撰写的论文，我给周莹了。她想去研究院工作，需要论文支撑。听到消息的瞬间，我瞳孔紧缩。不行，那是我努力奋斗了8年的成果。为了这些数据，好几次我差点死在暴风雪里，而这些却被宁风轻飘飘给了周莹。我情绪几近崩溃。不可以，那是我的东西，还给我！宁风，让他把东西……我急忙去抢文件袋，周莹却紧紧将东西护在身后。周莹，你放手！少华，能不能不要这样小气？周莹是厂长遗孀，你就帮她一把，又能怎么样？你应该庆幸，你的这堆破烂能帮上她。破烂？我颓然地看着这张写满了责备的脸，又看向周莹得意的笑，口鼻像是被人捂上一条湿毛巾，充满了窒息。我知道宁风已经下定决心，再没有转圜的余地。最终我只能强逼着自己收手，用尽所有理智，才勉强开口：数据可以共享，但是论文不能给你。周莹立刻笑了起来。好，有了这些数据，我也能顺利入职。宁风带着周莹去了研究院，空荡的房间里只剩下失魂落魄的我独自等待。从清晨到夜晚，我感觉度日如年。终于，院内传来响动，我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，可看见的却是周莹空荡荡的双手。我视若珍宝的论文不见了。东西呢？我紧紧拉着她，急切地追问道：我的论文呢？可周莹却低下头，扭扭捏捏地说道：我去研究院的路上，文件带破了，里面的东西被风吹进湖里了。宁大哥陪我捞了好久，都没捞上来，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烂在水里。我几乎晕过去，我脑海一片空白。你再说一遍！周莹不耐烦地甩开我的手。几张破纸而已，大不了我赔你钱。话音刚落，我就紧紧抓住了她的头发，恨不得直接杀了她。周莹捂着脑袋，厉声喊道：你发什么疯？快放开我！下一秒，宁风的呵斥却从身后传来：少华，放手！周莹立刻哭了起来。宁大哥，
少华要为了那几张破纸杀掉我，你快救我！我快气疯了。宁风见抓不开我的手，直接一个巴掌将我甩到了地上。少华，你疯了吗？怎么能伤害周莹？几份论文而已，没了就没了，重新写不就好了吗？大不了我赔你钱，这样够了吗？我再也忍不住，哭着嘶吼起来。你知道这些论文是我付出多少换来的吗？那些论文对气象研究贡献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宁风看着我这副样子愣住了，他犹豫着想伸出手去安慰我，周莹却开口：谁不知道你在科考站整天玩乐？那些论文都是你偷来的，你又何必撒谎，这样逼宁大哥和我？话音未落，头顶的吊灯忽然朝着我们落了下来，电光火石之间，宁风迅速拉开周莹，而我却被吊灯重重砸在身上。宁风确定周莹没事后，才看向我，急忙拨通医院电话。少华别怕，我带你去医院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我看着他写满焦急的脸，心里只剩下痛苦和悲凉。宁风抱着我还在喊什么，我却已经听不见。我只感觉宁风抱我的手很紧，然后猛地起身冲向了院里的车内。宁风疯了一样抱着我冲到医生面前，神色着急地抓住医生：求求你们，救救他！医生被我的惨状吓了一跳，急忙准备将我送进手术室，可旁边却又来了一个病人。那男人哭着开口：医生，这是最后一个手术室了，先给我老婆做手术好不好？求你们救救我老婆好不好？她不能有事儿啊！那个男人猛地冲了过来，立刻跪在了我的床边。求求你，把这间手术室让出来吧！我老婆情况危急，真的不能等了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宁风像是被摁下暂停键，他将刚刚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去。宁风站了起来，指着我对那个家属开口：把他的手术室让给你们，你们先做手术。我的主治医生神色猛地一变，急忙劝阻：宁厂长，这位小姐的伤势更严重，如果不及时手术会死的。他看着我的脸，心脏像是生生被人砍成两半，满是痛苦。一个深呼吸后，他还是做出了决定，让这位病人先做手术。说完，他看向病床上血肉模糊的我，紧紧攥住了我的手。少华，你是厂里家属，应该为群众奉献。那位妇人是普通群众，我们应该无条件爱护她。少华，你再坚持一下，你年轻身体好，一定能撑过来。我很想起来问一问宁风，难道我的命就不算命吗？既然他这么大公无私，为什么不用自己的东西去奉献，反而要把我敲骨吸髓？我躺在冰冷的走廊，看着医生护士将生的希望带给别人，而自己却慢慢坠入黑暗。再次醒来时，我感觉自己只剩下一口气，像是刚刚从南极的冰窟窿里爬出来一样。我费力睁开眼，却感觉视线一片模糊，直到护士将眼镜递给我，我才意识到这里是医院。身上哪里疼，有不舒服就赶紧说。你昏迷1天1夜，快给我们吓死了。宁厂长说他有事先离开，不过他之前一直在等你醒来，还特意让我们好好照顾你，等他忙完第一时间回来看你。我没再听，只是假装疲惫的闭上眼。护士叹了口气，没再说什么，转身离开了。病房重新归于寂静。傍晚我自己一个人去上厕所的时候，周莹却跟着来了。她撩了撩新做的头发，整个人容光焕发。可怜啊，你病得这么重，宁大哥还非要守着我，说害怕我有事。少华，不如赶紧滚开，让我做。我猛地睁开眼，冷冷看向他。好狗不挡道，说完了就滚。周莹的笑僵在脸上，随后愤怒的低声喊道：少华，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告诉你，在宁大哥心里我才是最重要的，我说的所有话他都相信，不信你试试。说完，他拿出一把带着冷意的刀塞进我手里，然后将目瞪口呆的我推进了对面病房的门。救命啊！少华要杀人了！我被人摁在地上的时候还是懵的，整个人都有些发愣。可周莹的尖叫已经将医院里的所有人都吸引过来，包括刚刚赶来的宁风。宁大哥，周莹带着手上的伤靠在宁风怀里。少华姐要杀掉这个女病人，她说谁让这个女病人抢她的手术室，我害怕出事，只能用手去抢她的刀，好疼。宁风忍不住后退2步，脸上全是失望。少华，你要干什么？现在又要害一个陌生人！我急忙喊道：我没有，是他把刀塞进我手里，把我推进病房的。可宁风已经听不进去我的话，亲手给我戴上了手铐。够了，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。警卫员，先送他去禁闭室反省3天，等3天后，我亲自送他去法院处理。警卫员和医生都愣住了。她是你的未婚妻，还刚做完手术，身体不好，而且事情没查清，也没人受伤。够了！就因为她是我的未婚妻，所以更不能犯错。送她去禁闭室。警卫员没敢再说话，只能将我关进禁闭室。不见天日的黑暗里，我默默忍受着恐惧和孤独。起先我还会为自己辩解，期望宁风念在过去情分上听我解释，后来就变成了一滩平静的死水。3天，整整3天，我像是被整个世界抛弃。第4天，门终于被打开，明亮的阳光让我忍不住瑟缩了一下，警卫员却将我拉了出来。受害人和家属在周莹的努力下原谅你了，你出去后记得好好感谢周莹姐。我走出禁闭室，却看见宁风的车停在了眼前，我没理他，继续向前挪动着。宁风看着我虚弱的背影，又急又气，忍不住喊道：你又在闹什么？这次你想要伤害陌生人，实在太过分了。如果不是周莹，你知道会有多严重的后果吗？我把你关进禁闭室，是为了让你好好反省错误。你作为准厂里家属，不说十全十美，
也要严于律己。我听着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忍不住恶心起来。宁风，我不是准常理家属，我们没有结婚，甚至也没有订婚。宁风愣了一下，毫不犹豫地开口：“你胡说什么？你迟早会从南极回来，等你回来，我们就会结婚，到时你就是常理家属。”你确定我还会回来吗？宁风被我的目光看得一阵心虚，却还是肯定地回答道：“我会帮你争取。”我嘲讽地勾起嘴角，闭上双眼，一路上相顾无言。终于回到家，我刚跨进家门，座机突然响了起来。宁风下意识想去接这个电话，我反应更快，急忙跑了过去，一把抓起听筒：“是老师。”少华，手续已经办好，2个小时立刻出发，去城北机场集合。好。我捂住激动的心脏挂断电话，一回头却看到宁风走过来，狐疑地看着我。谁的电话？紧张的都让你出汗了。我急忙假装平静地回答道：“南极科考站的电话，说有紧急情况，要我现在回去。”宁风松了一口气。这样啊，看你这么紧张，还以为你背着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我送你去车站。就在这时，周莹拖着行李箱走了过来。少华姐，你们回来了，我家已经补好了，我今天就可以搬走。可是行李太重了，我一个人带不动。宁风哥，可能得麻烦你。宁风眉头紧锁，我的心一点点沉入风雪。果然，宁风看着我：“少华，你自己去车站吧。周英提着行李，风雪天一个人走不方便，我先送她回去。等下次你调回来，我再一定亲自接你回来。”我笑了笑，感觉心脏像是烂掉的腐肉，再也没有一丝波澜。不用了，宁风，以后都不用了。我平静地收回目光。引擎启动，宁风带着周莹离开，而我也提起行李，拿着证件，跨进了漫天风雪里。我走的方向却不是车站，而是机场。那里有架即将飞往国外的飞机，带我彻底离开这片伤心地，离开宁风的身边，离开过去的一切，去向满是希望和新生的地方。宁风坐在屋里，和周莹聊着天，他拉着自己说了半天，却始终没说出一句有意义的话。他本来因为我的反常有些心烦意乱，此刻更是觉得不安，草草找了个借口，宁风就回到了屋里。只是一闭眼，眼前就是我如同千年古井一样的眼睛，这太可怕了。我在万千宠爱中长大，脾气不小，生气的时候也不少，可从没有一次像这样，眼神里带着心死的绝望，看着他的时候，眼里半分温度都没有，好像在看一个毫不相关的陌生人。心脏传来抽痛，宁风猛地从床上翻身坐起，擦掉额头的冷汗。不会的，我那么爱他，怎么会把他当陌生人呢？一定是他想多了。长长吐出一口气后，他走到客厅，灌下一大杯冷茶，电话却响了起来，是之前被他从南极科考站调回来的许周。喂，宁风，这次少华回来，你可要好好夸夸他。他不由得发出一声冷笑。夸他干嘛？你不用看在我的面子上帮他说好话。许周却打断了他。瞎说什么呢？谁看你的面子？这是人家少华自己争气。他带回来的数据和论文你看到没有？这将能够推动气象研究至少10年，是我国一大进步。说起来少华真是能吃苦啊，8年，整整8年，一天不落的背着设备去监测，哪怕是暴雪天他也没有退缩过。那些和他一起去的人都因为身体和生理极限打过退堂鼓，最长的也不过待了3年。少华却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勤勤恳恳做研究，还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建设性的想法和意见。宁风，能找到这样的妻子是你的福分。话说到最后，宁风已经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了，他手上的汗多到已经快握不住电话，只能随意找个理由草草挂断电话。许周的话像一个巴掌狠狠扇在他的脸上，他眼前又浮现出我得知资料被毁时那绝望的眼神。原来那些数据真的对我这么重要，我真的为此付出了那么多心血。那个遇到是会躲在他身后撒娇耍赖的小姑娘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独当一面的大人，可是他却对我视若珍宝的东西不屑一顾，甚至毁了，还让我顶着身体和心理的极限考验，在那里熬了8年。迟来的愧疚刀子一样凌迟着他，可是很快他就甩了甩脑袋，压下那些情绪。他没错，当时周莹要去湖里找数据，可他是厂长遗孀，怎么能冒险？至于让我留在南极8年，那也是因为厂里需要，其他的人都拖家带口，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照顾，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家庭和睦。我是厂里家属，从小就被教训应该舍己为人，我那么爱他，一定能理解他的苦衷。宁风强迫着自己去忽略我也有父母朋友爱人的真相，努力让自己平静，等我回来，他再好好哄哄我，大不了明年就同意我的调回申请，反正已经在南极熬了8年，再多熬1年也没关系的。就是这样，宁风坐在沙发上，深吸一口气。可是从天亮等到天黑，门外都没再出现那道熟悉的声音。剧烈的心慌猛烈爆发，他忽然想起了那种不安的来源。在南极8年没有回来，我曾经的朋友都已不在这里，谁还会给我打来电话？我骗了他。猛然意识到这个真相，宁风抓起车钥匙迅速跑了出去。他疯了一样在街道上四处游走，去问每一个可能见到我的人，可是没有一个都没有见到我。深夜，宁风终于失魂落魄地回到家，周莹急忙迎上来。还没找到吗？宁风失落地摇了摇头，颓然地靠在墙上。
他可能闹脾气，突然回南极科考站了也不一定。对，应该是这样。他猛地冲到电话旁，打给了南极科考站的负责人。少华是不是提前审批回你们这儿了？对面的人愣了一下，才犹豫着开口：“是宁厂长吗？少华同志已经被调去国外考察团，调令前天就下来了，这会儿他应该已经出国了吧？您不知道吗？”宁风捏着电话，感觉喉咙一片肿胀，他下意识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那人又重复了一次，宁风才找回一丝理智。去国外？他去哪里了？这不知道，考察团没说具体位置，只知道是刘老师带队，就是少华曾经的研究生导师。刘老师，他什么时候和刘畅联系上的？宁风眼前一阵阵发黑，他拼命控制着自己没有晕过去，拼命维持着最后一丝理智，挂断电话。他狠狠将电话摔到了地上。前天就下了调令去国外，他却死死瞒着自己。少华，你真是好样的！嘴里涌出一股血腥味，宁风像是一头被激怒的狮子，大步冲向院内。就因为自己让他大度一点就要闹脾气出国，他把和自己的婚约和感情当成什么笑话吗？怒火让宁风的眼睛变成血红色，周莹还想上前询问，却被他狠狠甩开。宁风踩着油门飞速去了刘畅家中，打开门却只看见了刘畅的老公和珅。你来了，你老婆呢？她把少华带去哪里了？和珅没理会他的怒火，只是笑了笑。国外考察地点保密，宁厂长应该知道流程。这副高高挂起的态度让宁风更加生气，他忍不住爆了粗口：你他妈少在这给老子打官腔，这怎么能算打官腔呢？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，这不是宁厂长的口头禅吗？熟悉的回旋镖落在身上，宁风被和珅的话堵得哑口无言，他攥着拳头，好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刘畅带走我的未婚妻，不该给我打个招呼吗？谁知道她是你的未婚妻？你们举行订婚仪式了？熟悉的憋屈感再度袭来，是，他们确实没有举行订婚仪式，刚开始是太忙，后来又因为在南极8年而耽误。可所有人都知道我和宁风青梅竹马，结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和珅看着他缓缓开口：何况少华说了，他和你没有关系，只是陌生人而已。陌生人？和珅的话像一记中锤，砸得他晕头转向。她是我的未婚妻，她说她爱我，她只是闹脾气。可面对宁风的嘶吼，和珅依旧是一副笑脸。依旧是你的一面之词罢了，毕竟没有结婚，没有订婚，谁知道呢？悔恨像蚂蚁一样啃食着宁风的心脏，他颤抖着双手，气得快要发疯，但理智提醒他，和珅说的竟然都是实话。他颓然地将脸埋进手里，和珅也终于收起笑脸。南极苦寒之地，你竟然舍得让他等8年，还对他身上的伤视而不见。宁风，或许你是个好厂长，可是对于他来说，实在是晦气。好了，出去吧，我要休息了。卧室的安安这时也凑过来仔细打量他。这就是那个害救我的姐姐伤心的大坏蛋吗？我没有让她伤心。宁风无力地解释道。可是妈妈说爱一个人就要对他好，你对姐姐好吗？宁风无力地张了张嘴，他发现自己竟然不能说一句好。和珅冷笑着将他推出了门，一片黑暗里，有温热的水顺着他的脸缓缓落下。宁风疯了一样跑回办公室，翻出了那些驳回申请，一张张带着刺目红色的驳回申请摊开在眼前，带着触目惊心的痛。父亲病重，求偿里通融返回；母亲病重，求偿里让我见他最后一面。泛黄的纸张带着斑驳的泪痕，宁风死死咬住牙关，他已经不记得当初驳回的具体理由了，只是南极这个地方实在折磨人，所有人都想回来，他总是想着我是自己的家属，可以懂事一点，可以被牺牲一点，却忘了我也是人，我也会痛苦和难过。宁风摔倒在椅子上，点燃一根烟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房门终于被打开，警卫员走了进来。少华母亲去世的时候，她是不是找过我？警卫员张了张嘴没说话，高贺却冲进来重重给了他一拳。你他妈这会儿装什么？当初少华哭着给你打电话，你没听见吗？宁风重重落在地上，嘴角涌出血迹，他蜷缩在地上，崩溃地嘶吼起来。他想起来了，那年伯父病重，他一开始封锁了消息，可是后来我还是知道了，哭着求他把自己调回来。当时他已经犹豫，那人的老婆就哭着求自己放人回来，不然就离婚。那时他想着，不能为了工作毁掉别人的家庭，我再晚回来1年也一样。可1年内，少伯父和伯母先后离开，我连葬礼都没能参加。你看过他的眼睛吗？从前那么爱漂亮的人，现在总是戴着一副眼镜，永远习惯性的眯眼睛，还有身上和脸上的伤。他本来就瘦，瘦的浑身只剩一把骨头，现在浑身没有一块好肉。宁风，你是怎么忍心让他在大雪天跪1天1夜的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说热……后面的话高贺有些说不下去，宁风却懂了。
什么样的人会穿着单衣在雪天喊热呢？是快要冻死的人。一口鲜血毫无预兆地从宁风嘴里喷出，却没有一个人去扶他。宁风绝望地闭上眼，他都干了什么？那个爱自己爱到骨子里的少华被他亲手逼走，甚至不告而别。宁风狼狈地从地上爬起，却看见高鹤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我如果是你，就应该好好审问一下你眼里那个柔弱可欺的周莹都干了些什么。毕竟少华有多善良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没有他，你们一个两个现在死在哪里都是个未知数。门被高鹤摔得震天响，宁风强撑着起身去了家。一打开门，周莹就穿着性感睡衣走了过来。宁大哥，你去哪儿了？我给你做了饭，你吃吗？可宁风却冷冷盯着他。给你3分钟说实话的机会。那天邵家的房子是怎么起火的？少华有没有逼着你下跪？有没有骂你？周莹下意识想撒谎，宁风却说道：如果你说谎，我不介意让你体验一下场规。说完，他摁下秒表，时间滴滴答答不停流逝。周莹额头的冷汗也越来越多。他想撒谎，可他也害怕宁风手里有实实在在的证据。毕竟场规不是闹着玩的，蜕层皮已经是最好的结果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挤出一丝笑。他都已经承认了，还有什么好说呢？承认？宁风冷笑一声，心却沉了下去。他那是承认了吗？是自己从来没给他辩解的机会。还有1分钟。周莹，你知道的，我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。周莹的膝盖瞬间软了，她跪在地上，抓住宁风的裤腿哭道：别让我受场规，我说是我自己烧了他父母的遗照，又撒谎骗了你。得到意料之内的回答，宁风整个人像是被凌迟了一样痛。他这个蠢货。他闭上眼，强撑着问下去：那数据呢？也是我自己故意扔掉的。他杀人呢？喉咙像是被人用烙铁烫过，每说一句话都带着钻心的痛。也是我自导自演的。周莹声音越来越小，宁风想杀死他的心也越来越重。他不受控制地笑了起来。他都做了些什么？为了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，亲手弄丢了自己最爱的人。为什么？明明我曾经那样帮过他。因为我很难能得到你的爱。就因为这样？宁风觉得世界太荒谬，自己到底是眼瞎到何种地步，竟然觉得这样的人柔弱呢？又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为了他指责我，还让我和他学习？周莹，如果不是你厂长遗孀的身份，我会亲手杀掉你。说完，他再没看地上痛哭流涕的人一眼，让警卫员直接把人扔了出去。宁风现在满脑子都只有一个念头，他要找到我，然后亲口给我道歉。可是光是找到我所在的城市就费了好大一番功夫，申请出国的时候又屡次被驳回，最后经历千辛万苦后，终于得到了审批。A 城，宁风提着行李穿梭在陌生的城市，他按照地址找了过去。看到我的一瞬间，他就愣住了，眼前的人挂着明媚的笑容，好像重新回到了18岁。可是站在我身边的人却变成了一个陌生的男人。宁风极度的每一寸毛孔都在发出怒吼，他迫不及待冲了过去。你是谁？离他远点！男人愣了一下，随后看向我。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话音刚落，那人就毫不留情，重重给了他一脚。宁风可以轻易打倒他，但是不知为何，他没有还手，而是倒在了原地。少华，我好疼。可我连一个眼神都没分给他，遇见神经病了，晦气。说完，我就拉着那个男人大步离开。宁风此刻真真切切感到了屈辱和痛苦，他觉得自己像一条没人要的狗一样可怜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从地上爬起，然后在我所居住的公寓对面租了一间房。他想，不着急，总归是他做错了事，应该好好道歉的。可事情发展有些超出了他的控制。那个叫顾良的小伙子总是有事没事就来找我，脸上的笑得意又让人恶心，一看就知道他不怀好意。他想去阻拦，去恶狠狠地打倒那个男人，可他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，极度快要让他失控。一向自诩规则之上的他，忍不住动用关系，违规申请让我回国，没想到却被刘畅拦在了半路。宁厂长，我们聊聊。去楼下咖啡馆。刘畅摇了摇头。就在这，你到底要把少华逼到什么地步才肯停手？听到这句质问，宁风笑了笑。我只是想让未婚妻回国，和他完成迟来的婚礼。未婚妻？你把一个被自己流放在苦寒之地8年，让他错失见父母最后一面，冤枉他、委屈他的人叫未婚妻。恕我直言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，这样的好像被称为仇人。宁风眯了眯眼，眼里涌现出一股厌恶。自己果然最讨厌和这些读书人打交道，真是如出一辙的牙尖嘴利。再者，你和少华的婚约有什么能证明吗？我们双方承认就好。可他并不愿意承认，不然你怎么会连续半个月窝在这里，却连他的人影都见不到呢？真相总是带着让人痛苦的温度。
宁风深吸一口气，亮出了自己最后一张底牌。厂里需要他回国。厂里？哪个厂里？谁的厂里？宁风，说谎说多了，别把自己也骗过去。他目光如炬，冷冷堵住了他接下来所有的话。希望你严于律己，别要求别人的时候纪律高于一切，到了自己却让纪律变成文字游戏。宁风，看在你以前也算个好厂长的份上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别再阻碍少华的发展，不然我不介意送你去纪委喝茶。满口厂里纪律的宁风，在陌生的国度忽然失去了所有倚仗，他忽然变成了手无寸铁的普通人，只能用最笨的方法去求我的原谅。可一连许多天，他不仅没等到我，反而等来了深夜的顾良。这么晚了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顾良脸上带着笑，还没等他开口，他就忽然凑近。你果然和想象中一样讨厌啊。接着他忽然向后倒了下去，带着顿痛的惨叫声响起。我匆忙打开了房门。你怎么了，顾良？我刚碰见他，他就忽然把我推了下去。宁风忽然有些莫名的慌乱，他匆忙开口解释。不是的，是他自己挑衅我，然后又……宁风，如果他出什么事，我和你没完。说完，我急忙小心翼翼地扶着顾良离开。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顾良偷偷对他露出一个挑衅的笑。宁风快要气炸，他控制不住的想要为自己解释，可是猛然间他又想起，原来当初的我是如此的委屈啊，那种被最信任的人背叛的心酸和被冤枉的委屈和愤怒夹杂在一起，变成令人痛苦的窒息。宁风的手蜷缩在一起，他静静站在门口，终于在第二天等到了我。对不起。对面的人恍若未闻，只是继续让搬家工人拿东西。宁风急忙拉住了我的手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从前错怪你了，不该冤枉你。少华，我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可我冷冷甩开了他的手。如果真的觉得对不起我，请你麻烦离我远一点，别让我第二次搬家。对面的房门大开着，像是在无情嘲笑着宁风。他狼狈地缩成一团，却只有沉默的风声作伴。宁风还是像老鼠一样偷偷跟着我，他藏在暗处，看着我的工作生活，又看着我和那个叫顾良的男人越走越近。天知道他用了多大的力气克制住自己冲过去推开那男人的冲动，那是他的未婚妻，是他从小看到大的未婚妻，可就是因为自己的愚蠢，亲手将他推给了别人。宁风苦苦忍耐着，可当他看到顾良在考察结束，将我抱在怀里准备亲吻的时候，再也忍不住了。嫉妒、恼怒和其他不堪的情绪混杂在一起，烧得他理智全无。放开他！所有人都被这忽然出现的男人吓了一跳。顾良下意识伸手去挡，却还是被一脚重重踢到墙上。宁风，你疯了吗？我急忙扶起顾良，恼怒又着急地冲他喊道。宁风眼眶慢慢红了，他紧紧抓住我的胳膊，微微开口：你是我的未婚妻，他怎么能亲你抱你？神经病！我报警了。宁风不可置信地瞪大眼，他不敢相信我竟然对他如此绝情，如此不留情面。不可能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我却笑了，淡淡开口：错了就是错了，何况宁厂长不知道吗？顾良也是厂里子弟，我们不应该爱护他，保护他吗？那种熟悉的憋屈感重新席卷全身，宁风嘴唇不停抖动，他疯狂在心里大喊：不是的，我是你的未婚夫，你怎么能因为这个理由就忽视我呢？可是心里另一个声音又告诉他：宁厂长，这不就是你一直坚守的原则和一直在做的事情吗？你为了口中的国家和人民，霸占了他的房子、数据，出卖他与亲人团聚和求生的机会，怎么到自己这里就受不了呢？不一样的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他对周莹没有感情，他只是想照顾周莹，可是哪里不一样，他又说不上来。这番左右脑互搏的行为一直持续到警察的到来，冰冷的手铐将他钳制，宁风被关进了一个封闭的小屋子，整整2天，没有人和他说话，食物也只有冷冰冰的面包和水，头顶的白炽灯照射着他，让他根本没办法闭眼。宁风疲惫又痛苦地蜷缩在角落，我在禁闭室里应该比现在更痛苦吧，毕竟那里漆黑一片，也没有食物，甚至我当时还受了重伤。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狠心，真的放任我痛苦3天3夜呢？明明当时自己也守在禁闭室门口等我出来，却因为可笑的纪律让我受苦。宁风浑浑噩噩待了2天，一出警局他就立刻去找我。此时此刻，他内心只有一个念头，去和我道歉。可是见到我的那一刻，他的嘴却像是被胶水粘住一样，只能用眼睛贪婪地扫视着我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最近总是很悲伤，明明和我距离不远，但是他觉得他好像真的要彻彻底底地失去我了。对不起，花花，我终于知道了你当时的感受，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，对不起。
他语无伦次地道歉着，对面的我却始终很平静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忽然发出一声冷笑。宁风颤抖着抬起头，却被我眼里的冷漠刺得心脏破碎。少华，别这样看着我，好不好？宁风卑微地祈求着，他多希望我打他骂他，却受不了我这样冷冰冰的，像看陌生人一样看他。宁风，我说过了，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我，那就离我远一点，因为看见你这个人都让我觉得恶心，无比恶心。宁风眼眶发红，他伸手想去触碰我，却迟迟不敢接近。真的没可能了吗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很早就决定要在一起，我们说好要结婚，要有2个可爱的孩子，这些一起规划的未来，你都不要了吗？我猛地抖了一下，我死死盯着眼前人，不知道他是怎么有脸说出这些话的。明明一开始背叛我们的是他，不是吗？好啊，如果你能够让我父母复活，让我去南极的那8年重新来过，让那些伤害我的事都没有发生，我就重新和你在一起。宁风多么希望他有能力可以做到这些，可是时间如同大江东去，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。我可以补偿你，只要你开口，我愿意用我的一切来补偿你。少华，别给我判死刑。我不需要，你的爱让我恶心，你的惺惺作态更让我恶心。宁风，如果你再来骚扰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。我双眼通红，整个人像是一头被激怒的狮子。知道吗？每次看见你，我都会恨自己。我恨自己为什么那么烂好心，要把你带回家。如果可以，我真希望从来没认识过你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宁风无力地跪倒在地，感觉心脏彻底碎成一地。我后悔认识他了，后悔和他有过曾经了，也后悔爱过他了。宁风蜷缩在地上，发出无力的怒吼。是啊，我怎么能不恨他呢？明明邵家满足了他对家庭的全部幻想，可是他却害得人家妻离子散，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，甚至还亲手伤害了我一次又一次。这样的人是谁都会感到恶心吧。宁风抬头呆呆地看着天上的雪花，他忽然觉得天地之大，却没有一片自己的容身之处。也对，像他这样的废物留在世上又有什么用呢？宁风仔细打扮了一番，他穿上了我曾经最喜欢的一套西装，仔细梳洗，然后去了自己曾经散步的一条河，跳了进去。寒冬的河流很快将他吞噬，宁风却没有再抵抗，反而安静地闭上双眼，露出笑容。他希望一睁眼，自己就能够脱离令人痛苦的现实，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，可以回到邵家温暖的小屋，邵伯母和邵伯父还留在屋里，会喊他去吃饭，我还是那个骄傲的大小姐，会给他发脾气，会撒娇。宁风意识渐渐模糊，身体也不停往下坠，他最后睁开眼看了一眼这个世界，忽然岸边却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跳了下来。这是在做梦吗？不然怎么看到我来救他呢？下一秒，他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。欣喜和担心在他心中不停挣扎，求生意志猛地窜起，他拼命抓住我的胳膊。这里危险，你快上去。走。我抓住他的胳膊没放手，宁风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终于和我一起上了岸。刚上岸，我就起身狠狠给了他一个巴掌。宁风，你要死死远点，非要在这里给我们添麻烦吗？顾良也冷冷看着他，表情里充满恼怒。考察队审批本来就不容易，如果你死在我们附近，我们怎么和上面交代？宁风心里刚刚涌起的欣喜已经全部消失了，他呆呆地看着我，露出一个苦笑。原来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废物，废物到连寻死都是给他添麻烦了。求你，如果你真的对我还有一点点愧疚，就请你滚回国，好吗？好。宁风站起身，平静地笑了笑，他最后看了我一眼，闭上了眼。余生大概是没有和我见面的机会，就让这份记忆留存的久一点，再久一点，这样他才有希望度过这艰难又孤独的一生。宁风回国了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却又忍不住发呆。宁风阻拦了我见父母最后一面的机会，可是也是他在父母病重的时候一直尽心尽力地陪在床前照顾。算了，我叹了口气，强迫自己不去想，爱恨都是过去，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不能总背着过去生活，就让往事随风都散了吧。宁风回国后，第一时间提交了去南极的申请，多年不见的父母找上门来，大骂他不孝。曾经的领导和下属也纷纷来劝他，明明有大好前程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只有高贺冷冰冰地嘲讽他，这会儿装模作样干什么呢？不管你怎么糟践自己，少华也不会再看你一眼。不是的，宁风在心里默默反驳，他已经不求我再对他做出什么反应，他只是想赎罪，想去一个我曾经待过的地方看看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申请手续最终还是办下来的，只是他走的前一天，周莹来找他。宁大哥，求你帮帮我，我不想去西北，那里条件艰苦，我会死在那儿的。周莹满脸是泪，她却只觉得厌恶，南极条件更是艰苦，
我都没有哭成这样。听从厂里安排就好。我是厂长遗孀，你答应过陈涛要好好照顾我的，宁风，你不能这样。如果他不作死，他大可以好好过完这一生。可是他得陇望树，这就是他应得的结局。周莹，少华说他后悔烂好心了。如果他当年没有救我们，是不是会过得比现在好多了呢？周莹的哭腔卡在喉咙里，她拼命摇摇头喊道：“他一直在炫耀，在施舍，他根本不是真的想帮我。”宁风露出一个苦笑，什么没说，毕竟和一个没有良心的人说不清。太阳洒在他的身上，他却觉得好冷。上一次有这种感觉，还是他被父母锁在家里，可是那时候有我用石头砸窗救他，这次却是什么都没有了。宁风走的时候，曾经那些他帮助过的人都来送他，听着他们的感谢，他却只觉得嘲讽，真的要这样吗？把国家和人民当作一切，就一定要牺牲自己最亲密的人吗？他好像终于明白了我的不满，如果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现身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。可是我不能接受，我的爱人从来都没有选择过我，哪怕一次。可是这个道理，他明白的太晚太晚了。到南极的第1个月，宁风很难受，时差和极夜带来的影响比想象中的更大。风雪打在脸上的时候，像是刀子在割肉，轻易就能吹出豁口。宁风看着脸上的伤口苦笑，这份痛苦连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他都有些难挨，我这个小姑娘却坚持8年。她接受了我曾经的工作，一边学习专业知识，一边扛着设备去坚持每天测量温度。她和暴风雪搏斗，对抗极昼带来的作息紊乱，也掉进过冰窟窿，经历过生死一线。当然，她也曾有幸看过极光，天边亮起绿色的绸缎，像是精灵起舞。宁风沉浸在大自然的绚丽中，泪流满面。他忽然想起曾经有一年，我给他来信说过极光的美，可他只是走马观花，匆匆一瞥。时至今日，他终于懂了那些我说出口和未说出口的心事，可惜能听的人已经不在。时光匆匆，我结束了国外为期2年的考察以后，攻克了不少难题，只是关于极端低温的一些问题，还需要我继续研究。这次我选择了主动回南极。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刘畅来找了我。南极那么苦，真还要再去吗？当然，攻克科学难题需要有不怕吃苦的精神，我愿意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付出一切。我是一个很纯粹的人，爱的时候就拼尽全力去爱，不爱的时候就潇洒转身，再无留恋。刘畅骄傲又心疼地看着眼前这个小姑娘，他没看错，我是他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学生。那些劝说的话已经不用再继续了，至于南极有谁，对我来说也毫无意义，毕竟我的梦想是星辰大海。出发那天，顾良来送我。如果我等你回来，这些年顾良对我的感觉，我能够感受得到，只是那时我刚从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里走出来，没想好应该用怎样的心情去面对。顾良，不用等我，如果你的心重新向你发出讯号，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听从新的安排。但是如果你的心告诉你，他就只愿意接受我，那等我回来，我会给你一个答案。顾良紧紧地抱住我，眼眶通红，却只说了一句：照顾好自己，少华。我期待你带着更好的结果回来，走向更大的世界。飞机飞入云霄，重新回到我熟悉的地方。有时候我觉得南极真的很神奇，以人类渺小的时间刻度来审视它，会觉得时间对它根本毫无作用。科考站派人来接我，我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宁风，他瘦了很多，脸上也出现了红斑和冻疮。宁风起身接过我的行李，我们2个人走进屋内坐下，像一对多年未见的老友一样，慢慢聊天。少华，你真的很了不起。谢谢，我也这样觉得。经历过这些年的磨练，我已经变成了更加坚韧的大人，也平和了许多。宁风看着我，心里却更加不是滋味。他又开始后悔和贪心了。如果可以，他希望我能和2年前一样，对他露出些许恨意，而不是像这样心平气和。爱的另一面是恨，现在这样只能证明我是真的完完全全、彻彻底底放下他了。开始今天的工作吧，你对工作流程应该很熟悉，不用我再教了。我笑着点点头，扛起设备走了出去。漫天风雪落在我们身上，宁风偷偷看着我的背影。他想，老天对自己不薄，竟然让他在有生之年还能再见我一次。何况同淋一场雪，也算是悄悄共白头。有我的时间，对宁风来说总是太快，烦闷单调又无聊的日子，在他心里也悄悄开出了一朵花。所以在我宣布我要离开时，宁风愣住了。这么快就要离开吗？你这次和我一块离开。宁风猛地回头，下意识想要拒绝。出了一些事，厂里商量过后觉得你是最适合的人。刚刚想说的话又被他吞回了肚子里。好，我们是一班飞机吗？这里只有那一个离开的方式，
你忘了吗？第二天，我和宁风一同离开，看着越来越小的白色，宁风竟然生出几分不舍，和我最后的相处机会要结束了。到机场的时候，顾良已经在等我，一看见我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扑了过来。少华，我的心一直在告诉我，他非你不可。我起身抱住他，在所有人的见证下给了顾良一个吻。幸福的喧闹中，宁风的悲伤显得格格不入。一纸调令，他即将奔赴西北地区，从此山高路远，他大概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少华，恭喜，以后要幸福，能最后拥抱一下吗？我以后可能不会再回来了。谢谢，但是拥抱就不了。顾良牵着我的手离开，很快没入人群。宁风一直看着，直到眼眶酸疼，他起身向着相反的方向慢慢走去，再也不能回头。原来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是这个意思啊。